好，我們接下來要講的主題呢是這個訊號的取樣，以及重建。訊號、取樣，以及重建的部分。那取樣哦，在我們的這個英文裡面呢，我們是叫它 sampling。那重建的部分呢，我们叫做 reconstruction。那我們在電機領域裡面呢，取樣我們蠻常會使用的一種說法呢，叫做 A to D 的轉換。那 reconstruction 呢，如果是用電路來講呢，它就是 D to A 的轉換。那我們就是要來介紹這兩種運算它的數學以及它所對應的一些應用。好，我們今天如果是一個聲音，假設我們有一個聲音的訊號好了，好像這樣子。好，那這個聲音的訊號呢，在空氣中傳遞，它呢是一種 continuous time 的訊號 ，continuous time 的訊號，連續性時間的訊號。你們覺得說，這樣的訊號如果要叫電腦來記錄一個聲音的訊號，有沒有可能記錄起來？你們覺得？好，那事實上呢，我們的電腦呢是沒有辦法記錄起這樣的一個訊號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一個 continuous time 的訊號啊，它是一個連續時間的訊號。連續時間的訊號。它裡面的資料點呢，有無限多個點。那我們電腦呢，如何去記錄無限多個點的訊號呢？所以事實上我們是做不到的。那在電腦裡面，我們要記錄這樣的一個資訊點，我們通常用的方法呢，是用 sampling 的方法。什麼意思呢？我要求我的電路、我的程式，每隔一段時間，對我們的資料呢，對我們的這個麥克風的線路呢，讀取電壓一次。比如說我現在在第0秒的時間點，我讀取一次它的電壓，記錄下來。然後呢，再隔一段時間之後呢，我再去我的麥克風的線路上面呢，讀取電壓。再隔一段時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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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隔一個固定的時間點呢，我們去對我們的這個麥克風的線路呢，去檢查它的電壓一次。那這個中間的間隔哦，好，我們就叫它 TS。好，這個 TS 呢，好。TS 呢，我們就叫它取樣時間，sampling， 或者是你講取樣週期 ，sampling period， 或者是 sampling time 等等。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們取樣一次。那假設我們的這個時間，這個資訊點呢，是在第0個時間點取得的，那這個時間點呢，我們是在就是在第 TS 的這個時間點取得的。這個資料點呢，就是在第2TS 的時間點取得的。這個資料點呢，就是在 S3TS 的時間點取得的。那我們電腦怎麼樣記錄這些資料？
事實上，我們是把它存在一個記憶體裡面呢。好，存在一個記憶體裡面。好，如果我們的記憶體空間裡面，好，我們現在假設有個記憶體的空間。好，這是我們的記憶體，電腦的記憶體。那我們在記憶體的第0個位置裡面呢，我就存放進 s_0 的這個資訊。在這下一個記憶體的空間呢，我讀到的這個資訊，我就把這一個點的資訊存進來，存在這一個記憶體的空間。接下來我把 2ts 存進來。好，接下來我把 3ts 存進來，接下來我把 4ts 存進來，所以我每取得一個資料點，我就把它存放到我的電腦的空間裡面去。每隔一段時間點取樣 ，ts 呢叫做 sampling period， 那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 fs， 它呢等於 ts⁻1，它呢就叫做 sampling frequency。sampling frequency。那取得的資料呢？好，我們就把它這一個記憶體的空間，我們就把它取名為 s_0。好，你看哦，不一樣哦，這裡是小括弧，這是中括弧，我把它儲存在第0個位置。好，儲存在第1個位置，儲存在第2個位置，儲存在第3個位置，儲存在第4個位置。好，這個是中括弧，這個是小括弧，有點不一樣。所以這樣的過程呢，我們就稱它為取樣。好，那這個等間隔的取樣的方式呢，就是每隔一段 ts 就取樣一次。那從這裡可以換算出一個，我們可以寫成把它這個完整的取樣的過程呢，寫成是一個數學的式子，就是 s_n， 好 s_n 就是我們的 n 呢就是這個值中括弧，它呢就等於 s_ 小括弧的 n_ts。對不對 ？n 代0嘛，0倍的 ts 就等於它。n 代1，1倍的 ts；n 代2，2倍的 ts。好，所以這樣的過程呢，我們就叫它是一個uniform sampling。好，就是我們的取樣的過程呢是等间距的。我們就叫它是 uniform sampling。那取得的資料呢？好，這些資料呢，我們呢就稱它是一個 discrete 的，好 ，discrete 的資料，好 ，discrete。中文呢，我們翻成是離散。那在我們的電機領域呢，我們有些時候我們會說，這個 continuous time 在我們的訊號裡面呢，啊，電壓的訊號裡面，我們會說它是一個 analog， 好，類比的訊號。那想當然，這一個呢就是一個 digital， 好，數位的訊號。所以我們說，這樣的一個轉換的過程呢，好，它是一個 A to D 的轉換，你也可以叫它是 C to D 的轉換。Analog 類比的
to digital 到數位的 ，C continuous to discrete 好 to discrete 好，那其中呢這個 S of n 呢等於 S of nts 這個式子呢就是一個訊號轉換公式。好，那訊號轉換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呢？假設我今天假設我今天有一個這個曲線，好，一個波形，它是一個連續性的波形，那它是一個100赫茲的訊號，好，100赫茲的訊號，從這個點到這個點，你看，經過了0.01秒，從峰到這個峰呢，經過0.01秒，所以它是一個100赫茲的訊號。好 ，frequency 呢等於100赫茲。那如果我們今天用2000赫茲來取樣，好，2000赫茲來取樣，那我們取到的訊號呢是，我的曲線是100赫茲，那我用2000赫茲來取樣。也就是我1秒鐘會取得2000個點，那這個是呢，這裡是1秒鐘呢，我跑100個週期，好，1秒鐘我跑100個週期，那我2000呢是100的20倍，好，2000是120倍，代表說什麼？代表說你一個週期裡面呢，我就是我取樣的時候呢，我就取得20個點。好，你是100赫茲的弦波，我用2K 赫茲來取樣，那我就是你一個週期裡面呢，我就取得20個點。我們來數數看呢，1、2，從峰到峰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對，從峰到峰呢，我們總共經過了20個點的距離。那這個取樣的過程中間，我取得的資料啊，好，我可以用 S of n， 好 ，S of n 等於 S of nts 來做計算，好，來做計算。那本來的訊號呢是 cosine 的2π乘100t， 好 ，cosine 的2π乘上100乘上 t。但是 t 呢已經被我換成了 nts， 所以 t 換成 n 除以 ts，ts 呢，因為我的取樣頻率是2000，好，所以我的 ts 就是2000分之一，2000分之一，好，那我取得的訊號呢就是這些數據點，那接下來。如果我的原先的訊號是100赫茲，那我用500赫茲來取樣，代表說我的一個週期裡面我取得幾個點？我取得的是5個點，因為我是它的5倍，所以你看，啊，從這裡1、2、3、4、5，我經過了5個點，一個週期我取5個點。好，所以我取得的資料當然就是比較從這裡，剛才這是很密嘛，現在呢就變成比較疏鬆的樣子。那你會說，接下來你就可以想見了啊，取樣頻率多少才夠？我們可以想一個很極端的狀況下，如果你的訊號頻率是100赫茲，那你的取樣頻率也是100赫茲，代表什麼？代表說你一個週期裡面哦，你只取到了一個點，一個週期裡面你只取到一個點，那你覺得我們能夠很
完整的能夠重建出這個訊號嗎？好，事實上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說，到底要多少才夠？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門課取樣定理裡面會告訴我們的。那我可以先告訴你們答案。當我們的訊號頻率是100赫茲的時候，其實我至少需要200赫茲才能夠對訊號做完整的取樣。好，至少需要200赫茲。那你說為什麼是200赫茲？比較簡單的想法是，你一個週期裡面，你好歹要有2個點嘛，你好歹要有波峰，好歹要有波谷，你才有機會畫出這個你的原先的旋波的頻率還在嗎？如果你只有一個點，你到最後都取到峰好了，你根本已經沒有辦法重現出原來的波形了，原來波形已經變成一個直流了。所以基本的概念是一定要2倍才夠。那當然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方法把這件事推導出來。那這個東西呢，就是我們接下去會想要講的這個叫做取樣定理。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哦。我呢本來是這個黑色的這個曲線，好，然後接下來我取樣了。我呢一個週期呢不但連一個點都沒取到。好，我每隔一段時間取一個點，可是我的取樣頻率呢比訊號頻率還低。好，我取到了藍色的點。那取到藍色的點之後呢，假設這是聲音的訊號，那你取到藍色的點，你的 MP3 記錄了藍色的點，然後你之後把這些藍色的點播出來，播到你的電路裡面，你耳朵聽到的其實是紅色的這段的聲音。好，紅色這段的訊號，那整個訊號就已經完全失真了。那這個現象，這個現象我們稱為 aliasing。好，這個紅色的東西呢，我們稱為 aliasing。好 ，aliasing 哦，在你如果直接查字典 ，alias， 它就是別名。那如果是動詞的話呢，就是取代。基本上，你原先的這個旋波被這一個紅色的旋波所取代掉了。那這個是我們所不願意見到的。所以我們告訴你說取樣定理，好，之後會告訴你說，那就是要是原先的訊號的2倍才夠。好，那這一個就是，那取樣定理呢？好 ，sampling theorem。好，那通常我們稱為是Shannon。好 ，Shannon sampling theorem。那這個Shannon當然是一個人的名字，Shannon sampling theorem。那他告訴我們說，我們取樣頻率到底要多少才夠？事實上，好，它呢其實是 depends on 什麼？訊號的頻率，好 ，frequency。就是跟我們的這個旋波的頻率會有關係。那假設我的這個 S of t 裡面的頻率呢，好，它裡面的頻率呢，最高頻率是 F max， 好，它的頻率最高是 F max。那
如果你用的是這個 uniform sampling 好，就是 S of n 等於 S of NTS 這樣的 uniform sampling， 那你呢？你的取樣頻率 Fs 等於 E 除以 Ts， 取樣頻率呢必須要大於2的 Fmax 才夠。你的最起碼就是你要在最起碼呢，你必須要在2倍的 Fmax 以上，那這樣子呢，才能夠之後在做訊號重建的時候呢，你才不会有失真，你才不会被你的讯號呢才不會被取代掉。好，這個就是我們選弄 sampling theorem。那當然，我們之後會證明說為什麼是這樣子。那我們來舉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例子，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CD 啊？好 ，CD， 好，它的取樣頻率是多少 ？CD 的取樣頻率好，是等於4410赫茲，44.1 K 赫茲，就是4萬赫茲。那大家知不知道說為什麼 CD 要定取樣頻率是4萬赫茲？有沒有人知道？那事實上它就跟我們的這件事情有關係啊。我們人的耳朵呢，大概就是能夠聽到最高的頻率呢，就是2萬赫茲。好，人的耳朵最高能聽到的頻率就是2萬赫茲。那所以我們在之前的人在訂立這個 CD 的規格的時候，他就說，那你人的耳朵既然只能聽到2萬赫茲，那我最高我就用2萬的2倍，4萬來儲存聲音就夠了。那當然是越高越好，可是你越高，你的代表你的資料量就越大。你取樣頻率2倍，你的資料量就變2倍。那在過去這種儲存空間很受限的情況下，它絕對不可能說我用越多越好嘛，我總是有一個極限。那當然就因此就定出了這個4萬赫茲的這個取樣頻率。好，所以我們的讯号系統它其實是跟我們生活中的一些現象、一些數據是很相關的。好，所以4萬赫茲就是這樣來的。好，就是這樣來的。好。那下一步呢，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 discrete time 的這個 sinusoid 就是這個離散的這個旋波。我們本來我們的這個C to D 的過程，就是 continuous to digital 的過程，我們要把continuous to discrete 的過程呢，我們把 S of T 變成是離散的 S of N。那我們现在要來看看，如果是一個旋波，連續性的旋波，經過取樣之後，它會變成什麼樣的情況？我們原先所得到的這個旋波是 S of N 呢，好，原先的這個旋波呢 S of T 等於 A 振幅頻率相位，好，我們的旋波是這樣子，經過我們的取樣的公式呢 ，S of N 等於 S of NTS。那你把 NTS 呢帶進去取樣嘛，那我的取樣頻率、取樣時間假設是 TS， 我把 NTS 帶進去，就等於 A 的 cosine omega
乘上 NTS 加上相角，好，加上相角。那接下來我整理一下，它就等於 A 的 cosine omega TS， 好，我把 TS 拿過來，乘上 N 加上相角。那你有沒有發現，在我們的这個 continuous time， 我們的時間是 t， 在 discrete time 呢，我們的時間是 n。那 t 的前面是我的 omega 嘛，就是角頻率。那在數位世界裡面呢，我的 n 的前面呢其實是這一項，好，其實是這一項。所以呢，我們就令好。這個數位頻率我們叫做 omega hat， 有帽子的 omega hat， 它呢等於 omega 乘上 ts。那接下來這個式子就會變成是 a 的 cosine omega hat n 加上相角。好，其中呢這個 omega hat 呢，omega hat 它等於 omega 乘上 ts。那它呢，也等於把 Ts 換成 Fs 啊 ，Ts 跟 Fs 互為導數。那我也可以把 omega 換成2πf， 或者是我們把它獨立出來，2π乘上 f 除以 Fs。好，那我們就在這邊，我們就學到了一個全新的觀念了。是我們以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，就是 omega hat 這個觀念，也就是數位的頻率，數位的頻率。好，在數位的世界裡面的數位頻率，那我們當然就叫它這個，好 ，digital frequency。那它呢？你看哦，我的取樣頻率是，它其實是2π乘上 f 除以 fs， 對不對？所以事實上，它其實它的單位，它其實是一個沒有單位的東西。好，它其實是沒有單位的，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數字嘛，然後乘上一個 f 除以 fs， 那它其實你不能講它沒有單位啦，它其實它的單位 omega 的單位呢是秒分之進度，那它的單位呢，好 unit 呢是一個 radians， 啊，就是进度。好，那但是如果 omega 呢，其實是秒分之进度。好，所以這邊要非常的注意。好，那它其實呢，它其實數值呢是0到2π之間。好，0到2π之間。假設 omega 呢 ，omega hat 等於0到2π，那 f 呢就等於0到1，好，1倍的 fs。好，再講一次哦。我現在的 f 呢，如果是0帶進去，omega hat 就等於0。那 f 呢，如果等於 fs 呢，那我的 omega hat 就是 2π， 就是我的頻率如果跟取樣頻率一樣的話，我的訊號頻率如果跟取樣頻率一樣的話，那我的 omega hat 就是 2π。那當然，我們剛才有一個印象是說，我的訊號頻率如果跟取樣頻率是一樣的，那是絕對失敗的，絕對不行。我們知道說，取樣頻率呢，一定要是訊號頻率的2倍以上，這樣才可以。不過這邊只是換算一下給大家看。當我頻率改變的時候，我的
角頻的這個數位頻率呢 ，omega hat 呢，會有什麼樣的關係？好，接下來我們來練習一個題目啊，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的旋波跟取樣，好，旋波跟取樣。假設我有一個這個訊號，它是200赫茲的訊號，就是我有一個原先的訊號，立體，有個原先的訊號呢，它呢是 A 的 cosine 2π 乘上100 t 加上相角。我原先的讯號是這樣子。那我現在呢要使用取樣頻率等於1000赫茲來取樣。那我想要知道說取樣出來的這個旋波呢是呈現什麼樣的狀況，我就用 S of 代入公式 S of n 等於 S of nTS。那它就等於 S of n， 因為 Ts 是1/1000嘛，就是除1000。好，所以把1/1000n 帶進來這個 t 裡面，就等於 A 的 cosine 2π 乘上100乘上1/1000n 加上相角。那結果呢，就是這個 A 的 cosine 的0.2πn 加上相角，好，0.2πn 加上相角。那在這裡，我們如果做出來了以後啊，這一項其實就是 omega hat。那當然，我們就可以畫出它的頻譜。好，我們就可以畫出它的頻譜。cosine 嘛 ，cosine 還記得嗎？裡面住着2個 exponential， 對不對？所以我就可以畫出 cosine 裡面呢，好，有一個頻譜呢，在我的橫軸現在變成 omega hat， 哦，這個一定要標注。那它 cosine 裡面住了2個 exponential 嘛，一個在正的這邊，一個在負的這邊。然後同樣有2個頻率，所以就是0.2π，這邊呢有一個 peak。那在負的0.2π呢，這邊也會有一個 peak。好，那當然它的角度就是2/a 的 exponential j theta。j phi， 那這邊就是2/a 的 exponential 負 j π， 就是你把這個 cosine 可以拆開成這2項。那我100赫茲的訊號用1000赫茲來取樣，好，那這個當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。那接下来呢？我們当然就再測試一個比較極端的 case。好，訊號呢一樣是剛才的100赫茲 ，a 乘上 cosine 的2π乘上100 t 加上相角。那我用的取樣頻率呢是100赫茲。好，那取出來的讯號是什麼？S of n 等於 S of nTS， 就等於 TS 是 Fs 的導數嘛，對，就是 S of n 除以100，帶進去等於 A 的 cosine 的2π乘上100乘上 n 除以100加上相角。好，那我們這2個可以約掉，所以呢，它就等於 A 的 cosine 2π n 加上相角，2π n 加上相角。
那你也可以畫出它的頻譜啊，它就等於，好，這邊我寫一下，1/2，好，這邊是 exponential j 西塔正的。with theta phi OK， 所以就等於2/a 的2/a 的，這樣，那你可以畫出它的頻譜。好，那我們的橫軸是 omega hat， 那縱軸呢，就是它在2π的地方有一個 peak， 它的強度呢是2/a 的 exponential j phi， 那它在這個-2π的位置呢，有一個強度是2/a exponential -j phi。這裡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說，你看這個2π啊，2π的整數倍是不是有跟沒有一樣？所以說這一項怎麼樣？它其實是它有存在跟沒有存在，事實上意思是一樣的。你要說它是 exponential j 2π n 也行，你要說它是 exponential j 0n 也行，好，0n 也行，所以事實上，這裡就會產生一個所謂的 aliasing 的現象。好，從這裡 alias 到這邊，好，從這裡 alias 到這邊，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之前講的東西，就是當我的訊號是100赫茲，好，我用100赫茲來取樣的時候，我會發生的現象叫做 aliasing。好，你每一個週期你只取一個點，每個週期你只取一個點，那你其實它跟這個頻率為0的地方呢，它們沒有辦法辨認啊，因為這兩個 case 在公式上來講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好，你沒有辦法辨認。那用這個圖形來講，啊，你看我每個週期只取一個點，那它其實相當於是一個 DC 值啊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aliasing 現象的發生。當你的取樣頻率不夠的時候，你就會產生 aliasing。OK。